怎么办呀？嘛呢？是你还是死人了呀？门儿都不关，屋里嚎丧呢。潇潇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樊姐被警察抓走了，你快帮忙想个办法吧。你当时都损坏了些什么东西？你还记得吗？就一些乱七八糟的，他那儿也没什么东西，杯子呀、摆设什么的。被子，这也算。那还有几件衣服，踩了几件。还有呢？没什么了。那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些摆设。真没了吗？没了。屋里有一台电脑和一个 iPad， 不是你砸的吗？樊大姐真的把白渣男的窝给砸了？白主管他太过分了，樊姐也是看不过去才这样做的。砸得好，砸得妙，2个字儿：帅爽。想不到平时娇滴滴的樊大姐还有这么给力的时候呢。可是樊姐现在还在派出所呢，这白渣男心真狠。这要是咱们今天救不住樊姐，樊姐就得在派出所过夜了。由我曲筱绡宰，能让白渣男的奸计得逞吗？姓白的，你有病吧？你那电脑跟 iPad 谁砸的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家里都好好的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家里被砸得稀巴烂。中间这段时间只有你们去过，那不是你们能是谁砸的呀？你凭什么说是我砸的呀？保不齐你自己砸的，你多流氓啊！这位小姐，我自己砸的。我没事喜欢在家砸自己电脑玩。那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家那些东西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砸的呀。你那些破烂玩意儿确实是我砸的，确实是我承认那是我砸的，但是电脑跟 iPad 绝对不是我砸的。哎呀，小姐，你砸了，我又不追究你责任，你赔偿就好了嘛。赔偿？你想讹我钱是不是？你穷疯了吧你？秋叶怎么能看上你这样的人啊？哎，邱莹，警官同志，他说的这个邱莹啊，跟他是共犯，我得连他俩一块儿告。这个邱莹莹在我家白吃白住那么多天，我还没嫌他烦，结果他带着他们去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。警察同志，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，这件事儿，咱们该拘留拘留，该赔偿赔偿，绝对不能做出不可耻的行为。你说谁不要脸？我说你不要脸呢！你看你不要脸的样子。行不行？行了，吵什么吵？这什么地方？菜市场吗？吵有什么用？他说你砸了他电脑，你说你没有，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没有砸他电脑。我有证据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砸完以后拍的照片，拍完我就走了。警察同志，他完全可以在他砸之前拍这些照片，这个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？行了，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对，这张照片确实是看不出是砸之前拍的还是砸之后拍的，除非你有什么证人能证明你没有砸。我砸之前我就让他们2个就出去了，我有个证人，他同屋。我砸的时候他同屋就在，我拍照的时候他也在，拍完照我就走了，你可以把他叫过来。啊，那是这样，你现在就给你同屋打一个电话，让他马上来派出所一趟，具体细节我们还需要再核实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了。对呀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他2个没有经验，一问3不知，不知道是来的哪个分局的，也不知道人现在去了哪儿。你帮我查一下吧，他现在人在哪个派出所呢？战胜的胜，美丽的美。哎，是不是应该先请个律师啊？这电视里说律师来之前先不要说话。请什么律师啊？这摆明了是那姓白的搞的鬼嘛，肯定是不知道虚报什么损失了。像他这种人啊，就算有什么值钱的货色，也全都挂在身上了。请律师只会让事情更麻烦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让樊姐出来，对不对？关系。喂，阿杰啊？没有，是他胡说八道，是他血口喷人。你
怎么了？我爸妈那个渣男给我爸妈打电话，说我借一次钱，说是我在外面花的酒钱。他这人怎么这样？还是我跟你爸妈说吧，不然他们担心了，真从大老远来了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啊！喂，叔叔阿姨啊，我是小关。莹莹她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呢？对啊，阿姐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这件事情啊，你必须帮我搞定。邱莹莹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我在帮你捞樊姐呢，你想阻止我不成？不是，不是什么？说话大声点。你是蚊子啊？你才是蚊子呢！你才是蚊子！我问你，你怎么看出来白主管是渣男的？姐姐身经百战，知不知道？本小姐还知道你明天别想回公司上班。渣男一准圈好陷阱，准备落井下石。他已经告到我爸妈那儿去了。本人真的是无药可救啊！你怎么不把你的银行卡、账号、密码一锅端了告诉那渣男呢？哼，你佛山无影腿这么猛，怎么不用到渣男身上去啊？哎，叔叔阿姨，我不和你说了啊。说又怎么了？什么叫我又怎么了？我正在到处打听樊姐的下落呢，有人就扑上来狗咬吕洞宾。小关，你能把这人拉远一点吗？我接个电话，有消息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莹莹，你别闹了。秀是来救樊姐的，你把她气走了怎么办？樊姐怎么办？你就让她就在派出所过一夜呀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打听到了，果然是渣男报的案，人现在就在渣男门口的派出所呢。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也去。得了，渣男人现在肯定也在派出所呢，你就不要再过去添乱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过去给渣男当场破镜重圆，樊姐肯定吐血给你看。你要是当场踢你的佛山无影腿，那是给我们捞人添麻烦。像你这种没有自制力的人，还是少去现场为妙。我要杀了他！我要去杀了他！那全被我猜中了，那更得拦着你了。我去！小关，你看好他，不要让他再闯麻烦。您在这等着我，乖乖等我消息吧。我要去杀了那个渣男！你别闹了！为什么大家每次做为你好的事儿，你就是不听，非得闯祸了才肯罢休呢？你为什么做事就不能想想后果？我求你就听我这一回，把樊姐救出来再闹好吗？你就是白先生的同屋是吧？对，是这样，我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你一下。请问，樊小姐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到了？对，当时是当着我面拍的。那她拍完这张照片之后，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？砸电脑，砸 iPad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啊！你要知道，在面临调查的时候，我国公民有义务配合调查，并向我们说出实情。如果有包庇或徇私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将连同被包庇方一同追究责任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位樊小姐拍完照片之后做了什么？他拍完以后就出去了。没有再进白先生房间吗？没有，他就跟我说让我跟小白说东西是他砸的，然后就跟邱莹莹他们走了。人呢？楼上的应该没什么事儿。阿金，去把车停。这渣男，踢腿还敢报警，真是渣出新境界啊！我到时候看一看，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这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邻居大姐。哦，上次 Mint 酒吧那个吧？对啊。行啊，曲筱绡，没看出来你还挺有爱的啊。边儿去啊！这大姐吧，我原来挺看不上她的，
一身的冒牌货，还自以为自己挺美，一把岁数了还老跟小姑娘争风吃醋，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但是他这事儿干得爽，仗义。姑娘们要都像他这样的话，这世界上的猥琐男至少少一半。我帮他纯粹对事不对人。今天这件事情呢，樊小姐已经照价赔偿了你东西的损失费，而且还向你道了歉。最主要的是，人家对于你这种污蔑她的行为，全当你开了个玩笑，不予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。你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没有。那这件事情咱们就这么了了。你们二位跟我过去签个字。啊，这就完了？看样子大获全胜了。美姬，早知道不需要我帮忙，我就不来。行了，这没你事了，先走吧。酒吧等我，我到时候过来找你。那我撤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以后做事情可不能这么冲动了啊！法治社会嘛，大家都要遵纪守法。谢谢你啊，警察同志。走吧。樊姐，你说你为什么总逮着 HR 这种没有油水的位置不放？你应该去干业务啊！你这么能忽悠，警察都差点拿你当亲人呢。可不嘛！哎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们怕我出不来啊？怎么可能啊！啊，这点小事还用得着你们吗？我这不没事了吗？上车吧。行了，别装了，差点拿你当女侠，原来这么不堪一击。你担心什么呀？有我呢，不行还有 Andy 呢。再说你一脸风骚样，警察哪舍得让你过夜呀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是第一次因为私事进派出所，我能不紧张吗？啊，我就是当时图一时之快，我把那东西全砸了。可是没想到这姓白的竟然敢诬陷我，他把自己电脑砸了，还大爷 iPad。还好，他那个邻居还算是老实，不然我今天压根就出不来。我什么？你竟然放过电脑没砸？那你都砸什么了？砸被子、砸枕头、净弹灰啦？哦，我真的是高看你了，不爽，一点也不爽。哎呀，我要是砸了他电脑，你当我傻呀？我还是有法律常识的好吗？我如果把那电脑砸了，量变就变成质变了，那够我在里面待几天的，才不怕什么呀？砸就砸了，砸得越狠越好，甚至在他桌上插把刀，那姓白的只会越怕你，说不定啊，连警都不敢报，连夜卷铺盖滚出上海，你信不信？人都是欺软怕硬的，你在那虚张个声势，砸几个枕头被子，人一看你就是虚啊，肯定照实打回来了。幸好现在实验站手机都含摄像头，否则呀你就在里边蹲着吧，我才懒得捞你这种犯小事儿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打住了啊！看我以后不收拾他。算了吧，这次给那姓白的枕头被子弹灰，下次给人衣服弹灰啊？对付这种人还得我上场，但是他这人太渣，没有太笨，搞得我都没有兴趣。我宁愿照看流浪猫、流浪狗，也好过理你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下车吧。你不回去啊？大周末的，我总不能把时间都耗在你身上吧。拜拜。谢了。
别闹，出什么事儿都没关系，有姐在呢啊！行了行了，在这哭哭唧唧的，让我想听着跟什么似的。哎，踩着我脚了！这些孩子，我真是……许小五，你今天怎么胃口不好啊？啊，你告诉我为什么呀？你看全二妞都吃饭啦，你怎么一口都不吃呢？你哪儿不舒服呀，许小五？我看看，看你瘦，我学学人大胖，你看大胖都能吃呀，别跑！哎呦，哈哈，吃一点吧，许小五。这就是你上次说的流浪猫啊？对呀，那这个是你上次说的大白猫，它叫白粉丝。这个黑的呢是黑猫警长，这许小五，这曲二妞。曲家原来人家这么兴旺呀！上次你说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骗我呢。骗你干嘛呀？就你这种小白兔，我根本懒得动手。小曲，你是不是学过法律啊？没有啊。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呀？就是上次你说到去派出所，说的头头是道的，我还以为你学过法律呢。说你是小白兔，你还真的是小白兔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姑奶奶我从小就混江湖的，打群架、泡靓仔、派出所什么的，我见多了。跑什么呀？真的假的呀？邱莹莹呢？不会还在想那新白的渣男吧？才今天一天都没出门呢。邱莹莹是真的喜欢白主管，白主管这次做的这么绝，莹莹她肯定伤心死了。小蚯蚓，饿不饿呀？不饿，我打算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先罚自己饿3顿，饿死大眼不识人的傻瓜。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呀？你最爱的3只老鼠，还有夏威夷果哦。这是3只松鼠，你先帮我收着，我要反省，我不能吃。你还是好好想想明天怎么上班吧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肯定不能辞职，我就算辞职也得找好下一家才能辞，要不然我喝西北风去。你不辞职，你就得去面对那个白渣男。别怪我多嘴啊，昨天他损失惨重，就他那人品啊，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呢。他如果事事都针对你，你是迎战还是逆来顺受啊？樊姐，你就是我亲姐，这件事你不但没有怪我，还帮我出头。你放心吧，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。以前都是我鬼迷心窍，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受他欺负了。傻孩子，感情的事儿啊，知易行难。我确实怕你受欺负。不吃啊？那你就在屋里待着，全当减肥了。我去吃了夏威夷果，3只老鼠，哦，3只松鼠。帮我留着点儿。除了邱莹莹，净吃亏。我还有点担心安迪姐。安迪，他怎么了？就是昨天樊姐被带走的时候，我给安迪姐打了个电话，结果她没接。然后等到樊姐回来了，我想去报个平安，我去敲他们的门，然后也没人开门，打电话还是不通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走啊！拜拜，徐小虎，你自个儿赶紧吃啊！我待会儿再过来看你们，听到没有？